YouTube 呢排係咁推呢啲嚟自劍道時代嘅日本高中同大學劍道隊嘅訓練影片俾我睇，真係睇到人好鬼熱血。有時我會諗，如果我後生嘅時候有經歷過啲咁認真嘅訓練，會點嘅呢？究竟一課典型嘅日本劍道訓練包含咗啲咩內容，又達成咗啲咩效果呢？今日 Sixer Station 就帶大家仔細睇下佢哋嘅日常訓練到底有幾堅。Sixer Station 傾運動、說故事、講歷史，Let's go！劍道喺運動科學上被歸類為間歇性高強度衝擊運動。通常一場比賽包含咗快速同高強度嘅攻防突擊，穿插住短暫嘅停頓，加埋相對低強度嘅移動動作。劍道嘅體能需求其實更加接近拳擊、空手道或者跆拳道，而唔似柔道或者摔角等等嘅前鬥型運動。相對於前鬥型運動比較偏重肌肉耐力，劍道更加依賴肌肉爆發力同埋速度。因為劍道比試嘅間歇性特徵，用賽跑嚟做個比喻，劍道比賽唔係一場馬拉松，而係更似一波波嘅短跑衝刺。好似台長咁樣，明明跑長跑嘅成績都算過得去，去到劍道練習嘅時候，都係覺得好辛苦。為咗咁樣，我哋需要開發身體嘅無氧系統，嚟為講求爆發力嘅高強度打擊同埋下肢提供能量，亦都需要強大嘅有氧系統，即係心肺嘅耐力啊！有氧系統有助喺激烈交鋒之後快速恢復，使我哋喺比賽中段冇咁容易因為疲勞而令技術水準降低，角色都好關鍵㗎。根據幾篇分析日本大學劍道部嘅研究文獻，一課典型嘅劍道部練習通常持續2個鐘頭左右。開初嘅20分鐘通常係熱身運動，包括一般伸展同埋體操，同埋一系列嘅 Suburi， 一般包括50次 Shomen Suburi、50次 Sayumen Suburi 同埋50次 Haya Suburi。之後就做翻8至10分鐘嘅 Kirikaeshi，每組幾十秒，一共做3組，中間加插短暫嘅休息時間。跟住係 Yakusoku Gekko，一共20分鐘左右，包括大概10次非連續性嘅技術練習，專注於基礎、時機掌握同埋特定嘅 Wasa。再之後就到 Kakari Gekko，一共10分鐘，包括10次不間斷嘅連續攻擊，每次15至20秒，再加插休息嘅時間。Kakari Gekko 係整課訓練入面對體能要求最高嘅一部分。然後係40分鐘嘅 G Gekko，包括5次長達4分鐘嘅實戰對打，中間穿插休息，等大家喺實戰情景入面鍛煉技術。最後有熱身，當然有 cool down 啦。除此之外，大學劍道部嘅 Gekko 內容仲會隨季節同埋比賽期而改變。賽季前嘅合宿通常以基本 Gokaku 同 Shii Gekko 為主，比賽期就會更偏向技術同埋實戰。過渡期就可能會增加 Kakari Gekko 或者 Kan Gekko 呢類高負荷嘅訓練。講起 Kan Gekko，都值得為大家介紹一下。佢係一個日本劍道文化嘅傳統，重點在於喺嚴寒嘅環境下面鍛煉。從明治到大正年代嘅文獻就可以得知，當時嘅 Kan Gekko 通常係每年嘅1月，由凌晨2點到4點左右開始，練足2個鐘頭，持續達30日咁耐。雖然運動科學嘅研究就無法證實 Kan Gekko 有咩特殊嘅效果，但係劍道宗師高野左三郎、Judan 嘅齋川五郎同小川金之助都分別喺佢哋嘅著作講述 Kan Gekko 喺精神鍛煉嘅效果。所以 Kan Gekko 嘅傳統仲有保留落嚟，而家通常持續10日，由朝早5點練習到7點。咁各式各樣嘅劍道傳統訓練又可以達成乜嘢科學效果呢？我哋逐樣睇一睇。首先，呢份研究比較咗136位大學劍道選手同埋61位普通學生嘅體能數據，
透過咁樣比較，我哋可以大概了解到，由細開始練10年劍道，可以改善邊方面嘅體能。可以睇得出，劍道選手上身嘅肌肉同埋個別肌肉嘅力量，比一般學生有顯著嘅分別。除此之外，劍道選手喺反覆左右跳躍、全身反應時間、指尖靈巧度、有氧同無氧嘅功率等測試，都明顯比一般學生優勝。喺呢度，我要提一提大家，呢個比較係比較大學劍道選手同埋普通學生，唔係比較唔同嘅運動選手喎。本身有做開運動嘅人，當然會喺唔同嘅體能指標方面較一般人優勝啦。所以大家喺分析數據上，要保持一個較宏觀嘅角度。喂，照咁講，你可能會覺得呢啲比較研究冇咩意思。嗱，先唔好太武斷，睇埋呢項有趣嘅數據先。原來劍道選手唔知點解，佢哋嘅身體軀幹同埋腳踭嘅柔軟度係明顯比一般學生差嘅喎。研究員就認為，咁可能係顯示長期嘅劍道訓練令身體傾向紮實同埋穩固，而冇特別關顧身體嘅柔軟度嘅。係咪好有趣先？劍道嘅科學研究並唔係一面倒咁去讚頌劍道訓練嘅效果，而係好客觀咁樣去分析數據嘅。所以如果你好似台長咁有啲年紀，想要訓練一定嘅身體柔軟度去預防受傷呢，就可以考慮下喺劍道訓練以外，加多少少伸展活動同埋關節保護嘅訓練啦。而家我哋講翻劍道嘅傳統訓練嘅個別效果。第一，Kakali Gecko，正如之前所講，科學已經證實佢係強度最高嘅劍道練習，可以達到80% 以上嘅最大心率。研究顯示，進行 Tabata， 所謂田田式嘅 Kakali Gecko，即係重複全力攻擊20秒，休息10秒嘅 interval 8次，能夠顯著提升最大嘅攝氧量，強化整體耐力。Tabata 式嘅 interval 練習，似乎喺體能鍛煉方面有國際級嘅名氣。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不妨上網研究一下。整體嚟講，包括 Kakali Gecko 或者衝刺跑等高強度嘅間歇訓練，都能夠有效提升有氧同埋無氧嘅峰值爆發力，係劍術訓練嘅必須。至於 Kirikaeshi 同埋 Jigekko 兩樣練習都可以達到70% 以上嘅最大心率。呢類高強度訓練能夠迅速拉高心率，喺磨練技術嘅同時建立基礎體能。除咗傳統 Gecko， 運動科學學者仲建議我哋可以加入以下嘅輔助體能訓練：弓步訓練 （Lunge Training），結合向前弓步並揮動 shinai，有住巨大嘅好處。研究顯示，每個禮拜3次，每次5組，持續4星期嘅弓步訓練，能夠顯著增加右腳向前踏步嘅距離。最重要嘅係提升打擊之後收翻左腳嘅速度，快速收翻左腳對於完美嘅爭先同埋恢復準備姿勢至為緊要啊！運動科學早已經證實跳躍訓練 plyometrics 對於需要肌肉伸張收縮循環 SSC， 即係瞬間肌肉爆發嘅運動，有強化嘅作用。講求下肢爆發力嘅劍道，亦都屬於 SSC 運動之一。呢份研究就證明咗4個星期，包括垂直跳、單腳跳同連續跳躍嘅跳躍訓練，同埋大腿肌肉鍛煉，可以顯著增強跳躍距離，同埋縮短打擊所需嘅時間。另外，研究指出，一個為期8星期、每星期3次嘅重量訓練，已經足夠提升肌肉量同埋肌力，仲可以改善 BMI 添。重量訓練實際上可以令到打擊嘅動作變得更加緊緻，顯著降低揮刀嘅時間。講開重量訓練，你又有冇見過啲人用加重嘅 shinai 或者 bokuto 去訓練呢？科學研究暫時就未揾到用加重嘅 shinai 或者 bokuto 有好特殊嘅效果。我哋而家知道用加重嘅 shinai 訓練對心肺功能嘅影響呢就較少，可能比較適合用嚟提升肌肉力量同爆發力啩。另外，
全日本劍道聯盟嘅官方 YouTube 頻道有一個專門介紹體能訓練嘅播放清單，台長強烈推薦大家一定要睇住嚟做啊！最後，由於劍道本身嘅訓練要求已經非常之高，額外再加上過多嘅高強度輔助訓練，都好容易導致過度訓練嘅。所以學者就強烈建議大家將重量體能訓練同埋技術訓練分開，例如喺唔同嘅日子嚟進行高強度嘅 interval 間歇訓練，每次都確保有充足嘅恢復時間，等大家嘅身體得以恢復，避免過勞同埋受傷，得不償失就唔好啦。好，今日又講住咁多先，大家覺得喺日本以外嘅劍道訓練足唔足夠呢？歡迎喺下面留言分享你嘅心得。如果你中意呢條片，記得 like、share 同 subscribe Sixer Station 啦。我哋一齊傾運動、說故事、講歷史。下次再見，拜拜。